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说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电影《消失的她》。这部电影呢，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好看。我在观影过程中非常投入，可以说它是一部难得的佳作，也是一部我可以非常真诚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其中尤为需要点名表扬的是朱一龙。讲真，在人生大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当时他在该电影中的演技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消失的她》里面，他对角色性格的刻画依旧是如此老道与精湛。在看完电影后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这名演员了不得有人气，还那么有实力。他之后呢，可能会达到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高度。当然我也提醒一句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大家要分清楚，可以为演技点赞，但不要恨恶己污。而如果要一句话总结本电影，我个人的总结呢是罪行累累的赘婿的一生。讲真其实我个人认为，在当今社会下做赘婿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毕竟婚姻改变命运嘛。这句话面前男女平等，谁说软饭就不能硬吃呢？妇女能顶半边天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整体上升，我们要允许在现行婚姻制度下，不同家庭有不同的彼此间达成合意的组合方式和表现形式。至于这样的婚姻容不容易实现幸福，我们就稍后再说。而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呢，就在于本电影有很多法律层面的细节值得玩味，并且你甚至会发现，如果你用法律的视角剖析这个故事，你会对何非的犯罪动机有更清晰的了解。所以本视频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对电影抽丝剥茧，带领大家看到电影的另一面。我们先简要梳理一下案件脉络何非呢，是一名原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有志青年，在想要改变命运的道路上呢，冥冥中的神给了他一粒黑色药丸，一粒红色药丸。黑色药丸的名字叫赌博在服下这粒药丸后呢，他成功的就债台高筑了。红色药丸呢叫婚姻，就在他债台高筑的至暗时刻，他在工作过程中呢就遇见了一名父母双亡的富家千金。通过精心的追求他总算得以与千金喜结连理，但却在婚后呢死性不改，继续赌博并欠下巨债。在妻子明确表示不帮其还款以后他将妻子骗至国外杀害，以需获得妻子的巨额遗产，但最终呢东窗事发，在国外锒铛入狱。所以这时3个问题就来了。第一，何非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杀妻来偿还赌债？第二，何非为什么一定要求警方立案？第三，是何非案的现实参考。这背后其实涉及3个法律问题。第一，是他为什么要偿还赌债？相信很多朋友都被普法过这么一句话，叫赌债不受法律保护。这句话有没有错呢？没错，因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赌博属于违法行为，赌债呢系非法债务。在此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153条和最高法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的第13条赌债因其非法性系无效债务，赌债的债权人呢就不享有诉权和请求权。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欠了赌债脱得了干系的。且不说拒不还债客观存在的人身危险，从法律的维度，不会有任何一个放贷人傻到在借条上写明钱是借给你赌博。他们会让你在借条上写明借款是用于商业需要等各种合法的事由，然后呢在借条上写10万，也打10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再让你当着他们的面把钱取出来，还3万现金给他们。这3万叫什么呢？叫砍头息。如果你日后不还，好的，我向法院起诉，要求还10万。法院一看有借条有转账事实和法律依据都很清晰就判你还10万。所以即使是赌债，债权人呢也是有理由让你还的，且还让你付高利贷。第二个法律问题是他为什么不能主张这部分欠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是的，这案子要是放在18年以前有另一个解法，就是让债权人将何非及李木子作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还款责任。因为根据彼时作为主要裁判依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就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在此情况下，你何非没有钱没关系，老婆有钱就行但是呢，随着18年最高法关于审理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解释的出台，情况就有了变化。变化最大的点呢，就在于共债共签。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且金额就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那债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主张权利的，除非他有证据证明另一方认可或该款项就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否则呢，人民法院就不予支持。而它的解法是什么呢？答案就只剩2个词，一个词呢叫杀妻，另一个词叫继承。
我们先聊继承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自然人死亡后若没有遗嘱继承、遗赠协议和遗赠抚养协议，其遗产呢将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分配，而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为父母、配偶、子女。在此情况下，从何非的视角来看，由于李木子父母双亡，加上当时呢两人都没有孩子，如果李木子死亡的话，那自己作为配偶就将继承得到李木子家族的所有遗产。所以啊，如何让自己不被怀疑的情况下让李木子消失，于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此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老婆来东南亚旅游。近2年来啊，关于东南亚乱象的真真假假的新闻，大家应该也在网上看了不少。老婆在东南亚遇险，似乎成了一个能让公众和警方相信的理由。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啊，就是将自己从老婆的遇害中撇清。所以这时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不停向当地东南亚警方要求立案了。因为第一，主动要求立案，贼喊捉贼，似乎就能显得自己无比清白，解除嫌疑。第二是警方正式立案以后啊，有关立案材料将成为何非向国内法院申请确认妻子失踪以及后续申请宣告死亡的重要证据。根据民法典第40条到42条，自然人下落不明满2年的利害关系人呢，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自然人为失踪人。下落不明的时间呢，从其失去音讯之日起计算。宣告失踪后呢，失踪人的财产就由配偶代管。而第46条到第51条就规定呢，下落不明满4年的利害关系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被宣告死亡以后呢，婚姻关系就自死亡宣告之日解除。看到这里，朋友们明白了吗？警方对失踪案的立案材料，对证明李木子失踪事实和计算其失踪起算时间至关重要。而在宣告李木子失踪以后啊，根据42条的规定，何非便可对李木子的财产进行代管。所谓代管啊，在本案中就意味着何非已经可以在实际层面对李木子的财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占有、使用和分配了。等4年过去，到了可以宣告死亡的时候，何非不仅可以继承得到李家的全部财产，还可恢复美好的单身生活。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就一个字啊，绝，4个字来形容，是咸鱼翻身。一句话形容啊，叫实现阶级跃升，迈向人生巅峰。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这个东南亚小国啊，还真的是乱就乱在啊，当地警方不办事儿，就是不立案，这咋整？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朋友们试想，在我们国内，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形，即啊有一个外国人报案说老婆失踪了，咱们可能不给他立案吗？别说人失踪了，就算是自行车失踪，分分钟也给你找回来。所以啊，多的不说，来，朋友们给我国警方走一波赞，好吧？言归正传，也正是因为当地警方不管事不立案，才给了陈迈团队可乘之机，让他们可以通过伪造身份的方式啊介入案件，进而从何非口中引出事情的真相。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何非在真相大白后的法律后果啊。首先，故意杀人罪是没跑的。至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因为他是在东南亚受审啊，就看当地的法律规定了。其次啊，是具体到国内，他也将丧失对李木子遗产的继承权，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125条的规定啊，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将丧失继承权，所以李木子的遗产呢，将由其第二顺位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如果第二顺位也没人了啊，那根据第1160条的规定呢，李木子的遗产就将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说实话，像本案中这类因经济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家庭纠纷甚至刑事案件啊，有很深刻的现实背景及客观原因。远的不说啊，最近不就有香港名媛被经济地位与自己严重不匹配的前夫碎尸的案件吗？然后你也会发现啊，古今中外诸多关于门不当户不对，但最后依旧勇敢在一起的浪漫爱情喜剧，故事结局通常都止于两人在一起时，在一起后是什么样子就没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下写就成悲剧了。背后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啊，经济地位不同背后是双方客观存在的生活逻辑及价值观的不同。富裕阶层视钱财如粪土，快乐和尊严最重要，而对于贫穷的阶层来说啊，快乐和尊严又哪有那救命的3两铜板重要呢？同样的3万块，有人会拿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而也有人会认为花3万块买包是一件再愚蠢也再浪费不过的事。当爱情涌来的时候啊，这些价值观层面的差异会被潮水淹没掩盖，以至于让人啊认为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可当激情褪去啊，平淡琐碎逐渐成为生活的全部的时候，这些三观层面的鸿沟就会成为你不得不面对，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跨越的现实难题。在这些难题下，日积月累的细微矛盾终有一天会让看似牢不可破的爱情联盟轰然崩塌。运气好的只是带来婚姻的结束，而极端的或许就会成为本电影中类似的悲剧。这是这部电影现实主义的地方，
爱情是浪漫的，婚姻是现实的。我们可以允许婚姻成立的背后有各种各样现实层面的理由，但婚姻既不应是目的，也不应是工具，真诚与爱才是婚姻最坚实的地基。如果你给婚姻带来诸多功利化的色彩，那你终会在这妖艳的斑斓中走火入魔。而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实现幸福，那别上窜也别下跳，就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找对象，或许才是最合适的选择。本电影中，李木子死于海底星空的一片绚烂当中，这原本是他梦寐以求的瑰丽画面，但那时他终于明白，原来这也是爱情死亡的样子。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们下期再见。